赏口饭吃吧。哪里来的糟老太婆，滚开！阿娘，我好饿啊。喂，瞎子，你进来问过没？这庙小得很，住不了那么多人。我没地方可去，只想进来歇一歇。这位兄长若能行个方便，在下感激不尽。想留下来歇脚？先把你身上的东西都交出来，还有你手上这驴肉夹饼。喂，我不要你的钱财。你给我吃的当报酬，我帮你挡那乞丐。成功？你又想管闲事儿？老子吃个东西都碍着你了。驴肉饼我要了，进了这庙门我赖爷说了算。我也想吃，你怎么不问问我呀？我吃过的，你还要不要？你死也没麻的小畜生，我弄死你！呸！我忍你够久了，来呀！反正我什么都没有，大不了一条赔上。我点！你给我等着！你把他打跑了，不怕他回来寻仇吗？是，瞧他那熊样，能干什么呀？哎，你呢？你谁呀？我叫沈乔，生了病，身上也没钱，所以想在这儿暂住几天，攒些路资再回家。方才多谢了。我该如何称呼你？我姓陈名公，你叫我陈大郎就行。一个驴肉夹饼抵1碗，我还帮你赶跑乞丐。明天你得还我3个驴肉夹饼才行。好。你不是没钱吗？还是个瞎子，怎么还啊？哎，我跟你说啊，别想赖账，你出去打听打听。我陈大郎别的没有，打起架来可是鬼都怕的啊。我不会赖账的。晋江文学城，孟西石原著，猫耳 FM 携手英雄联盟、声罗万象联合出品，古风武侠广播剧《千秋》第2集。回来啦？啊，驴肉，那，给。这是你带回来的？你不是让我带3个驴肉夹饼回来吗？你哪儿来的钱啊？衣裳也换了身新的，这花销不少吧？自然是正道。你看我这模样，难不成还能去偷去抢？哼，谁知道呢？喂，你哪里人啊？我不知道。路上摔了一跤，脑袋磕破了，很多事情都忘了。切，不说就不说，编什么借口啊？喂，你到底怎么挣到钱的？摸骨算命。啊？你会算命？其实也不叫算，一个人是贫是富，从手掌总能看出点蛛丝马迹的。哎，那你给我看看，我有没有富贵命啊？你把手给我。你平日里习惯扛重物，是打短工的吧？还有呢？
你的性子倔强不服输，有些多疑。家里该有个后爹或后娘。还有呢？如今乱世，你去投军，未尝不能有一番作为。你怎么看出这些的？我听你口音是本地人，本地人一般都会有宅子，你却在破庙独住，应该是跟家里人不和，或者是没了至亲。那你为何说我去从军会有出息？你是个对别人狠，也肯对自己狠的人，这样的性子，应该能适应军中环境。切，绕了一大圈，你还是瞧不起我这样的人罢了。我自己都落魄至此，哪里还有资格嘲笑别人？你说我这解释，是不是还挺准的？虽说赚不了大钱，吃饭总是可以的。哎，你懂这么多，又说自己磕破过脑袋，难道是半路被盗匪打劫了？算是吧，我也不记得了，脑子一时灵光，一时不灵光，许多事情都模模糊糊的。哎，那什么，你别以为跟我说了这么多就可以蒙混过关啊！明天还是3个驴肉夹饼。好。外面有人来了，5个。啊！喂，你们想做甚？陈大佬，你威风得很啊！赶我走，然后独占这庙。今夜来的可都是本城的丐帮弟兄，看你还怎么嚣张！我呸！一帮乞丐厮混在一起，也好意思叫丐帮？哼，死到临头还嘴硬！兄弟们，就是这厮，给我上！有种就打死我！我一定不放过你们！呸！才30文，穷鬼！那边还有个呢。喂，那边的，将你的钱财交出来，饶你免打，听见没有？我身上的钱都是自己辛苦挣来的，不能给你们。哈哈，臭瞎子还挺有骨气啊！那行啊，你捂着吧，今日爷爷们叫你破财见血！你使的什么妖术？我已手下留情，你们还不走？是想我戳破你们的眼珠子，变得跟我一样瞎吗？你等着，我们走。你就应该戳下他们眼珠子，对这种人还客气什么呀？喂，那个沈乔、沈郎君、沈前辈。喂，沈郎君，醒醒！师弟，别闹。谁是你师弟啊？你睡了整整2天2夜，咱们的钱都花光了，明天就要被客栈赶出去了。啊！哎，你倒是说话呀！我怕咱们被寻仇，把你从破庙里给挪出来了，还给你请了大夫，开
买了许多药，钱都花光了。别开了，吃了也没用。我的身体自己清楚，一时半会儿起不来的。哦，喂，你身手这么好，要不咱们去街头卖艺，或者加入六合帮？以你的功夫，肯定能谋个不错的位置。到时候再带上我。六合帮是什么？是一个水陆两吃的帮派，主要做运镖的营生，听说也帮别人打探消息什么的。反正啊，是个了不起的大帮派。我跟你说过，我想不起来许多事情，眼睛也不好。那招式只是灵光一现，不能凭它去谋差事或者生财。你小小年纪，别总想着一蹴而就。我们又不是江湖人，什么规矩都不懂。你就不怕水深淹了脖子吗？你倒是清高，哎，可钱难道从天上掉下来吗？喂，哎，你怎么了？哎，你别吓我，我不过说那两句。我不去六合帮，我要去玄都山。玄都山，你要去做什么呀？我也不知道。有人说我是从那里出来的，我想回去看看。那座山在哪里啊？靠近齐、周、陈三国的边境。那么远？哎，你是怎么从那里跑到齐国来的？我不知道，所以才要去查证。哎，要不这样，我呢也不用你还钱了，我跟你走一段路，你只要教我一招半式，能把6、7个人打趴的那种，然后我去投奔六合帮，你就去玄都山，怎么样？这阜宁县是你的家乡，尚算安宁。越靠近齐州的边境，就越乱。我是不得已，你又何必去冒这趟险呢？我亲爹亲娘都死了，屋子也被后娘生的弟妹占了。与其留在这里扛米袋窝囊过一辈子，不如去外头闯一条生路。你不是说我适合投军吗？等我投了，看那些乞丐还敢不敢欺负我，瞧不起我。那好吧，师傅在上，请受徒儿一拜。你起来吧，我不收徒弟，也收不了徒弟。那些招式我未必能记全，教于你管不管用我不知道。嗨，你肯教我就行。你年纪比我大，往后我就叫你兄长了。哎，要是有人欺负我，你可得帮我出头啊。哎，你还记得你师尊是谁？名号大不大？啊，我的师尊是……至于沈乔，告知他身份，让他自行离开，不得带走半点东西。真不记得了，但若能见到他，我定要当面感谢他。这你是说，周阳策的残卷在一个死人手上？回禀宗主，人已经下葬，但仆役们说，他的遗物3日前就打包运回江南老家了。是薛家的人自己拉走的？不是，看样子像是镖局的人。那就是打劫的了。都说死人才能守住秘密，
他家倒好，反过来了。属下立即去拦截。不，你不行。你说，他们如今该走到哪里了呢？你的根骨不错，可惜没有内息相助。对付一般的地痞流氓还行，碰上真正的练家子，恐怕逃不得好。那内息要怎么练啊？要……哎，你前面有坑！多谢提醒。你是不是能看到东西了？只能看到一点光和人影，晚上仍是个瞎子。那也比之前好呀。路上的老乡说前面有个出云寺，有厢房，可以歇个脚。那我们快些走吧。林施主，您的厢房在这边。多谢谢师傅。两位施主的床铺在这边。怎么这么多人？再加上我们俩，6个人挤大通铺呀。施主，待会儿小僧也要在这儿过夜的。那不得7个人了？先来那边几位施主中有位年轻娘子，不方便和我们住一间，所以小僧将厢房让出来了，与人方便，自己方便。小师傅，费心了。小僧先告退了。看见没有？那边几个人是6合帮的，我看见他们衣裳和行李箱子上的标记了。我眼睛不好，怎么能看见呢？你说我要是找个机会和他们搭话，他们一个高兴，会不会让我进6合帮呀？我觉得你最好不要开这口。为什么？方才我们进来，他们并不搭理。小师傅说话，他们也一言不发。可见要么戒心很重，要么不愿意作声。无论是哪一种，只怕你的愿望都会落空。我知道他们这些人都瞧不起我这种底层出来的，总有一天我也要踩在所有人头上，让他们来跪拜我。哎，自打咱们上路以来，已经先后有2批人来接镖了，实力一批比一批强，也不知道镖里有什么稀世珍宝，定是非比寻常的宝物，不然怎么会出动云副帮主亲自押镖？今晚得提高警惕，盯着副帮主那间厢房的动静。他们在嘀咕什么？是不是在议论我们？别想了，天色不早，先歇息吧。是劫镖，快去帮忙！快点！好。你别出去。我就在门缝里看看。你不会武功？6合帮的人不会武功？他娘的！难怪上手这么容易，原来是个废物。谁？你是谁？我们不是6合帮的人，也不是江湖人，只是正好在此地借宿，请高抬贵手，放我们一马。你是个瞎子。都带走。是。
话语不留意，说云父一图有外貌的人，怕是没领教过云父帮主的功夫。阁下何人？放眼齐国，少有人能接下我这一掌，你倒是有些能耐。你是慕容庆？你们偷运齐国之物出境，还不许朝廷过问了？哼，没想到堂堂齐国第一高手慕容庆，竟也搞偷袭这一套，传出去未免让人笑话。云父帮主亲自出马，我又怎敢妄自尊大？更何况今夜此地还不止我们。哼，慕容家主无非是想要我们此行的标物，那2口箱子就在厢房内，你带人去拿吧。欺不如人，我自然没什么好说的。哼，那箱子不过是掩人耳目，真正的标物，只怕被你随身带着，片刻不离。叔叔，我搜过了，箱子里都是些杂物，没有我们要的东西。这2人不是六合帮的，但也可疑。慕容家主是从哪里听来的小道消息？那箱子的主人说起来还是你的同僚，已故太子少师薛荣，是薛家托六合帮将其遗物送回老家。我们帮主与薛少师旧年有几分交情，所以命我亲自护送，仅此而已。薛荣之物多为书籍，你们自上路以来屡遭暗算，难道那些人都是冲着救书而来？哼，兴许有人以为箱子里装的是金银财宝。薛荣的遗物中有一册《沧海拾遗》，还请云父帮主交出来。慕容家主真是好耐心，一直兜圈子。你该直接说那册《沧海拾遗》只是封皮，内里藏的是朱阳册的望异卷，让他把残卷交出来。阁下又是何人？躲躲闪闪，莫非见不得光？人家本来就是想偷偷摸摸混进来，再偷偷摸摸将东西带走的。奈何云父帮主不给我这个机会，慕容家主又中途插手，害得我不得不现身。不过今夜群英荟萃，只怕除了我合欢宗白蓉，还另有高人没露面吧？啊，还有谁啊？是啊，还有谁呢？难得齐聚一堂，何不出来叙叙交情，数数这朱阳册残卷到底要怎么个分法？云父帮主，你自己也瞧见了，今夜单凭你一个是对付不了的。若你肯将残卷交出来，我自然会以朝廷的名义放你一马，保你们安全离境。慕容家主虽然是朝廷的人，但以我们合欢宗在齐国的势力，只怕更有资格说这一番话。阿旭，退后！云父帮主不厚道，我们还在打呢，你就想一走了之？这就是江湖人吗？你干嘛撞我？成功，小心！慕容家主，说好的一起拦住云父帮主，拿到朱阳册，你忽然刀锋对我，这是要作甚？哼！我何时与你说好了？何方鬼怪，竟不现身！你这瞎子，刚才多管闲事，害我着了慕容庆的道，该死！谁？你是谁？用不着这样看我。你合欢宗的桑景行和袁秀秀联手，也未必敢夸下海口说一定能赢我。更何况是你。敢问阁下，高姓大名？燕宗主。燕宗主，是燕无师。
燕无师。我写好一道题，若要你个比喻，是天涯变得悬为人泥，或未见红尘的一片云。你是我一道题，一场游戏，我是你读你，想着染了你，染风渐细如河海无暇干净，泪淌过心怎会不老个白衣，读不懂你，读不懂那些口寥寥的恶意，怎会吞噬你怀中温柔天地？你不似雪，也不像云，或许是月色一隅，万事成功也不能染你。你是不解的谜，我读3000遍你，每一遍我都更加着迷。若恨填满我骨血缝隙，只要海域分寸两波爱意，都用来读你，读3000遍你，明知道解不开这一道谜题，我却还忍不住读3000遍你，读不懂你，读不懂那些口寥寥的恶意，怎会吞噬你怀中温柔天地？你不似雪，也不像云，或许是月色一隅，万事成功也不能染你。解多无情，你对草木人间是那么多情，所以相逢或许也难分寸绪。可我既然沉迷于你，便守你温柔天地，也守着分给我的无情。我第3000遍读你，忽然读到你一句钟情。想跑，上去！言者不知，塞其兑，闭其门，挫其锐。念完了，如此，他便无需存在了。不知这位娘子找我等有何贵干？什么这位娘子啊，叫得这般生事？我姓白，叫白蓉，
你也可以叫我小牡丹。小人无甚姿色，不值得贵人如此高看。但小人认识一个人，比这儿所有人加起来都要好看。瞎子，我还没玩过瞎子呢。你明明是为了不连累陈宫才与他分道扬镳，结果一腔善意，转头就遭了背叛。当好人的滋味如何？